還記得當年 TVB 的角色新人李婉華嗎？就是那個18歲還在讀書就被無線星探追着跑，一張混血感十足的臉，驚豔整個香港演藝圈。就是那個剛剛出道就拿到王炸資源，公司三文治、玉面飛虎、蜀山奇俠，一部接一部，搭檔吳鎮宇、何家勁，風頭蓋過同期女星的李婉華。可誰能想到，這個老天爺追着賞飯吃的女神，卻親手撕碎了自己的一手好牌。為了所謂的愛情跟安穩，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，嫁圈外老外，光速移民加拿大，一住就是22年。如今呢，50多歲的她，卻在社交平台上哭着吐槽，在國外活得太慘，不如國內。住獨棟別墅不敢出門遛彎，跟親生孩子說句粵語，孩子一臉茫然，聽不懂。要知道粵語是他的母語，他擔心孩子前途焦慮到失眠。更殘酷的是他想回香港，卻連回頭路都沒有。本期視頻咱們扒一扒李婉華的22年移民血淚史。一個曾被 TVB 力捧、有望登頂影后的角色新人，為什麼會一步步陷入去也不是、回也回不了的絕境？他的2段豪門級感情，吳鎮宇、何家勁，到底藏着多少遺憾？他的悲劇僅僅是戀愛腦造成的嗎？当年艳色压群芳，金困家國淚暗淌，半生取捨皆成漢，徒留清夢憶湘江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釗。李婉華當年的 TVB 潛力天花板，顏值放到現在依舊能吊打不少流量小花。深邃的眉眼，清冷又靈動的氣質，既有東方美人的溫婉，又有西方美人的明豔。難怪18歲就被星探一眼看中，直接簽入了無線，開啟演藝生涯。1987年，他出演的《香港的月亮》正式出道，緊接着旭日背後，公司三文治接踵而至，尤其是公司三文治裡的俏皮阿妹，齊肩短髮、碎花襯衫，鮮活又靈動，一出場就圈粉無數。後來呢，《玉面飛虎》裡的展逞庭，《蜀山奇俠》裡的周青雲，更是讓他徹底爆紅，成為 TVB 力捧的花旦之一，資源好到讓人眼紅。那時候的他，只要再拼一把，影后寶座指日可待，就算不紅，也能靠着 TVB 的資源安穩過一輩子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可偏偏呢，這位女神戀愛腦天花板，用《論語記事》裡一句話形容，就是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而她呢，恰恰是本末倒置，把愛情當成了人生的根本，把事業當成了可有可無的附屬品，最後親手毀掉自己前程，也把自個兒逼進了絕境。先看她2段豪門級感情。第一段就是跟影帝吳鎮宇的8年長跑，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，當年的李婉華名氣比吳鎮宇還大，兩人是拍公司三文治擦出的火花。那會兒的吳鎮宇還只是個掙扎在配角堆裡的小演員，脾氣又暴，拍戲還瘋瘋癲癲，但李婉華偏偏就看上了他，不介意女強男弱，一頭扎進了這個愛情裡。這一談就是8年，8年家人們，對於一個女演員來說，這可是最黃金的青春年代。別人都在拼命接戲衝名氣，他倒好，一半時間陪吳宇森琢磨角色，一半時間呢跟他吵架冷戰。吳宇森事業心極強，滿腦子都是怎麼在演藝圈殺出一條血路，結婚壓根就不在他的短期規劃裡。而李婉華呢，想要的只是一紙婚書，一個安穩的家庭。2個人的人生目標從一開始就不在一個軌道上。有網友調侃的特別扎心李婉華這8年不是在等吳宇森求婚，就是在等吳宇森求婚的路上。結果呢，等了8年，只等來了一句“等我紅了再說”，主打一個竹籃打水一場空。最後李婉華實在熬不住了，忍痛斬斷這8年的感情。分手後的他試圖用工作來麻痹自己，接了個千秋家國夢、保鏢之翡翠娃娃，戲約接到手軟，人氣也一路飆升。這時候大家才發現，原來這個女人搞事業的時候這麼迷人。可誰能想到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她剛在事業上找回狀態，就又一頭扎進了第2段感情。這次的對象是當年憑展昭一角火遍兩岸3地的何家勁。那會兒的何家勁風頭無兩，展昭的濾鏡厚得能遮擋太陽。李婉華本以為這次能等到真命天子，結果呢，劇情來了個神反轉。何家勁跟吳宇森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，一樣的事業心極強，
一樣的把事業看得比愛情重。更搞笑的是，他比吳鎮宇還誇張，居然不准李婉華拍吻戲，拍親密鏡頭。要知道，李婉華當年可是靠性感靈氣出圈的，沒了這些戲路，他的資源直接縮水一半。這段感情比上一段更短，僅僅維持了3年就草草收場。原因跟上一段如出一轍。李婉華急着結婚，何家勁急着搞事業，不肯給他一句承諾，連續2次被事業腦男友傷害。李婉華徹底對圈內的人死心了。他覺得在這個名利場裡，想找個願意安安穩穩過日子的男人比登天還難。這個時候他犯了一個最致命的錯誤，病急亂投醫，把目光鎖定在了圈外人身上，也就是他後來的加拿大籍丈夫李守正，一個做股票經紀的普通人。2人認識沒多久就迅速閃婚。李婉華更是光速退圈，帶着自己所有身家毅然移民加拿大，仿佛是為了彌補前10幾年的情感虧空，哪怕代價是徹底切斷自己在香港的所有根基。說到這兒，我想起了《道德經》一句話：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意思是狂風刮不了一整個早晨，暴雨下不了一整個白天。一段衝動之下做出的選擇，終究難以長久。李婉華當年移民，以為是找到了人生的歸宿，是奔着大房子、好環境、安穩的生活去的。可他萬萬沒想到，這一去不是天堂，而是一場長達22年的渡劫。接下來咱們就扒一扒李婉華移民加拿大22年的3重致命痛點，每一個都戳中了無數移民的軟肋，也讓我們看清了國外的月亮未必比國內圓。痛點1安全擔憂，住獨棟別墅卻不敢出門。昔日女神淪為宅女，很多人移民加拿大都是被環境好、治安好給忽悠。李婉華也不例外，她以為住上獨棟別墅就能過上安穩愜意的生活，可現實呢，卻給了她狠狠的一逼斗。她在社交平台上不止1次倒苦水，說出來的話讓國內的網友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她家樓下的超市僅僅1年時間就被搶劫了好多次。一個曾經風光無限的 TVB 女神，現在連出門遛個彎都要提心吊膽，更別提獨自一人在外面晃蕩。晚上天黑以後更是連家門都不敢出，妥妥的宅女一枚。有網友調侃，別人住獨棟別墅是享受，他住獨棟別墅是坐牢。每天看着寬敞的院子，卻不敢出去曬曬太陽，這哪是享福，分明是花錢買罪受。其實這不是李婉華一個人的遭遇，全網很多移民加拿大的華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。超市被搶，街頭被搶，甚至連家裡都可能被入室盜竊。所謂的高治安不過是英國、加拿大用來忽悠移民者的謊言。孟子離楼上說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。這些國家看似有完善的法律，可實際上治安混亂早已成為常態。移民者不過是他們收割勞動力跟財富的工具人，一旦失去利用價值，連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痛點2，家庭文化斷層，跟孩子形同陌路，母愛淪為奢侈品。這是李婉華最揪心的一個痛點，也是很多移民者的共同遺憾。他移民加拿大以後，生下了一個女兒跟1對双胞胎兒子。孩子们從小在純西式的環境裡長大，滿嘴跑的都是流利的英語，對中文、對中國文化卻是一知半解，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知。李婉華有時候下意識地用粵語、用中文跟孩子們交流，得到的卻是孩子們一臉茫然的表情，他們听不懂，也不願意學，更不理解他媽為什麼總說一些奇怪的話。有一次他想給孩子講關於當年拍港劇的故事，想教他們背一句唐詩，結果這孩子們不耐煩地打斷他們聽不懂，也不想學，這太無聊了吧。家人們，你們能想象那種心酸嗎？一個母親連跟自己的孩子說句心裡話，分享自己的過往都做不到，這種語言上的隔阂更是文化認同的缺失。久而久之他跟孩子們之間就多了一道無形的鴻溝，形同陌路。更現實的問題還在後邊，就是孩子們的前途李婉華自己也承認，加拿大的競爭壓力比他想象中大多了。本地人那種拼命三郎的架勢，讓他對孩子們的未来充滿了憂慮。孩子們沒有中文優勢，不會說粵語，不會寫漢字，將來就算回到蓬勃發展的國內市場分一杯羹，恐怕連門檻都邁不過去。這就是典型的雙輸局面。在加拿大他們拼不過本地人，想回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優勢，相當於被徹底困在了中間。
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李婉华当年的冲動抉擇，用莊子秋水的邯鄲學步來形容，再合適不過。他盲目羨慕西方的教育，放棄了他自己的文化根基，結果呢，孩子們既沒有真正融入西方文化，又丟到自己的母語跟文化，最後变成了两头不討好的浮萍，一根筋两头堵。痛點3回流無門，陷入去也不是，回也回不了的絕境，連後悔的資格都沒有。很多網友都會問，既然在加拿大過得不怎麼順心，又是被搶劫嚇得半死，又是擔心孩子前途，那李婉華為什麼不乾脆回香港，回國內呢？家人們，不是他不想回而是他回不去現實的殘酷遠比我們想象中更扎心。首先就是經濟壓力，他一家5口要是回香港生活，不管是買房還是租房，都是一筆天文數字。雖然他在加拿大住獨棟別墅，但那只是紙面財富，並不意味着他手頭的現金流足以支撐全家在香港的高消費生活。香港寸土寸金，一套普通的公寓價格都能抵得上他在加拿大的獨棟別墅，他根本就承擔不起。其次是人脈跟根基的斷层。他移民加拿大22年，國內的演藝圈早就更新換代的像翻書，屬於他的那個時代早就翻篇儿。當年的好友人脈，要麼退休，要麼轉行，要麼已經不認識他，更別提他當年光速退圈，徹底切斷自己在演藝圈的根基。現在就算回去，也沒有合適的資源，更沒有立足之地。還有身份的門檻，當年他为了移民，放棄了自己的中國國籍，加入了加拿大国籍。那時候大家都覺得換個國籍是鍍金，可真到了想回流的時候，才發現那道門檻比登天還難。有網友調侃，李婉華當年是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現在呢是想揮一揮衣袖，卻連家門都進不去，主打一個自食惡果。講到這兒，可能很多家人會覺得唏噓了，李婉華的一生真是太遺憾，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碎。但我想說他的悲劇不僅僅是戀愛腦造成，更是他當年盲目衝動，不懂取捨，不留退路的結果。而他的經歷也給所有想移民、正在異國掙扎的人敲響了警鐘。國外的月亮未必比國內圓，一時的衝動可能會換來一輩子的遺憾。同志們，李婉華的22年移民血淚史就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無數移民者的盲目跟遺憾，也照出了重大人生選擇的重要性。他的悲劇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悲劇，更是很多盲目跟風、不懂取捨、不留退路人的縮影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見。